2025年中盘点之内娱90生近5年数据解析。不得不说，相比较95生，内娱的90生啊，无论是个人自由度和事业发展度，整体已经进入了相对稳步的区间。那本期视频将结合近5年的播放与商业数据，对几位代表性90生男演员的市场表现进行简要分析。需要说明的是，本文所有数据均来源于网络平台，如有错漏，欢迎指正。我们先说说谭健次。谭健次这5年一共上线了2部电影、11部电视剧，年均2到3部。但真正让他完成身份转变的，毫无疑问就是《长相思》。《长相思》全部破3万热度，特别是《长相思》易云和集均高达7000万，当年年2的存在。这个成绩摆在那儿，不用多解释。更重要的是，角色是真的立住了，也直接帮他把市场认知度拉到了一个新高度。这其实也再次印证了一点，番位真的没那么重要，只要剧爆了，角色好不好，观众是能感受到的。那如果说《长相思》是让谭健次流量大涨，那帮他稳住口碑的显然就是《猎罪图鉴》，第1部和第2部的成绩都很好，云和集均都是5、6千万加，也是年2的存在。这个组合拳打得很厉害，他的观众基础已经慢慢沉淀下来了。但显然，相比较悬疑题材，他的现代爱情剧的成绩就差一些，但集均也都保持在1500万的下限，热度换算后基本稳定在8000到9000之间，也属于有声量、有讨论度的区间。从今年小生们的表现来看，这个数据是可以的。电视台这边认可度还有提升空间，但商业端已经明显在走强了。《猎罪图鉴2》的广告数接近4，在平台内部也属于比较靠前的水平。那电影方面，谭健次的票房都在2亿以上，虽然不高，但他的这些剧都是现实题材，成本也小，显然是盈利的。但评分差距很大，被我弄丢的你只有5.8分，也能看出院线爱情片整体口碑确实不太行，这个锅不完全在演员身上。整体看下来，谭健次蛮稳的，无论是剧圈还是电影圈，无论是流量还是口碑，都是一片欣欣向荣的向上状态。他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能不能被看到，而是后面怎么选，怎么稳住节奏。这一关走好了，位置基本就固定在这批90小生中的 top down 了。第2位，刘学义。从作品数量来说，刘学义这5年一共上线了1部电影、14部电视剧，年均大概3部，节奏算是比较稳定的，基本能做到每年都有戏播出。真正的变化点在2023年，他的作品基本全面转向男主，这说明市场对他的认知完成了一次升级。少年歌行是一个关键节点，这部剧在平台端的反馈不错，之后他的资源明显抬了一档，热度换算下来，多数作品稳定在7000以上，目前真正破万的也就少年歌行和花间令2部。集均表现中规中矩，属于上限不高，下限也不理想的状态。看他的主演作品，花间令是目前最好的一部，但3000加的上限还不足以形成特别稳的平台基本盘。再加上他本身也不是营销型流量型艺人，相比其他90生，他的一番单扛剧集的声量就更小了。上星方面虽然只有1部上了央8，但播得很好， CVB 是年2的存在，说明刘学义的演技和电视端的观众缘是不错的。当然这也跟题材有关系，谍战年代剧永远是央视观众的最爱。商业层面暂时偏弱，但结合他的形象条件和不设限的塑造能力，我觉得他应该是那种越老越有市场的男星。第3位，刘宇宁。刘宇宁到目前为止一共上线了15部剧，其中高番12部，看着很多，但其实他也是最近几年才真正站到男主位置。很多人记住他，其实是从《长歌行》开始的，虽然是男2，但他和赵露思的浩妍 CP 很出圈，对他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节点。题材上还是爱情剧占大头，大概1半左右，但也不至于太单一，天行健就很有质感。重点看男主剧的数据，热度整体表现不错，除了2部紫川偏弱，其余基本都在9000以上，破万的有一念关山、珠帘玉幕和折腰，而且分布在不同平台，这个成绩是站得住的。集均和热度也基本能对上，播得最好的是一念关山，4、5千集均，年榜前10。这所有的数据都指向了一处，那就是刘宇宁在女频古装里更吃香。虽然这些剧里他都是给一些大花或顶流花做2番，但观众并不会因此去诟病他，
反而整体好感度还挺高。原因也很简单，比起那些在女频剧里的大男主，像刘宇宁这样老老实实做二番，才能保证女频向的情感内核。这也是为什么他的古偶至少在剧情上都会更好看一点。毕竟放眼望去，我们的古偶几乎全是女频小说改编而成。那商业价值方面也是这3部女频剧最优，特别是折腰，性价比很高。能有这样的成绩，想来刘宇宁未来的资源也会更加向上。所以再一次印证了剧好演员才会好。那些在女频剧里争番位、乱加戏的大男主们，学学吧。第4位，杨洋。杨洋这几年一共只上线5部剧，平均1年1部，产量不高，而且2024年是断档的。戏份全部是男主，但题材算比较多元。热度表现整体不错，有数据的几部都在8000以上，最新的《凡人修仙传》也成功破万，集均都在2000以上，说明它是有稳定观众盘的。热搜这一块的变化其实非常明显，早期它的热搜并不多，最近2部却明显激增。大家都知道，热搜既有自然发酵，也有营销推动，但我的人间烟火这4000多个热搜，显然不是营销能堆出来的。当初围绕这部剧和杨洋本人的舆论强度，大家应该还记忆犹新吧。相比之下，《凡人修仙传》的热度转化就高得多，这本质上还是作品质量带来的差别。上新和招商一直是杨洋的强项，电视台认可，广告也多，商业价值没什么争议。但《凡人修仙传》7.5 和我的人间烟火 2.7 的评分对比，就真得很能说明问题。这里要夸一下杨洋，能在这么大的舆论压力下，不是狡辩或 diss 观众，而是稳住情绪，低调拍戏2年，在回归时去掉油腻，清爽上阵，反而给了大家莫大的惊喜和好感。第5位，程毅。程毅这5年一共上线12部电视剧，平均1年2到3部，数量是够用的。除了少量主旋律或客串，其余10部都是男主，市场认可度本身就不低。题材不算少，但大多数都是古装剧。平台方面都合作过，不过爱奇艺和优酷明显更多。热度这块，包括刚播的《长安24季》，除了谍战剧深浅，基本都在9000以上，破万的有沉香系列、莲花楼和南风知我意，说明他个人的话题度和号召力是有的。集均方面，好的莲花楼5000加集均，年榜第5，属于热度和播放都非常漂亮的类型。但其余的几部就比较复杂，同样破万，集均差距却很大。从最近几部一番剧来看，程毅的集均底盘大概能稳在1000以上，但说实话，这个成绩和他的热度声量并不完全匹配。说白了，问题更多还是出在团队选本和项目把控上。今年《富山海》在制作层面的粗糙，从而引发了一连串负面讨论，其实已经很明确地给团队敲响了警钟。上新方面整体表现还不错，在湖南卫视基本能守住中游到上游的位置，商业表现也很亮眼。《富山海》、天地剑心的招商情况都不错，长安24季目前看起来势头也很强，说明广告商这边是非常认可它商业价值的。评分就显得比较两极了，莲花楼是明显高点，其余不少作品都徘徊在及格线上下，这更多还是题材和剧集质量的问题。总体来看，程毅的粉丝底盘是扎实的，只要后续在选本和班底上更谨慎一些，表现空间依然很大。第6位，李现。李现这5年一共上线3部电影、8部电视剧，年均2到3部，数量不算少，戏份也很稳定，基本都是男主，平台认可度一直在。电影这块分化比较明显，古董局中局作为男主，票房4亿多，算是交代的过去，但其他几部无论票房还是口碑，都说明他在电影剧本选择上需要更谨慎。重点看剧集，只看数据的话，他其实是一个现偶明显强于其他题材的演员。几部偶像剧哪怕是在芒果这种底盘不算高的平台，播放量也都不错，反而是悬疑、谍战这一挂表现明显偏弱，集均发挥不算特别稳定。目前最好的是《国色芳华》4000集均，年榜能进前10，但个人主扛的剧集就差太多了。群星闪耀时和人生若如初见连800万都不到，但上新方面电视台是认可的，在湖南卫视的表现尤其好。招商这块偶像剧非常吃香，几部都排在平台前列，评分反而是他的优势，基本都在7分上下，最低也有6.8，
在现在这个环境里，已经算选本比较稳的演员了。整体感觉就是有演技，路子清楚，只是偏低调，不走流量挂，和刘学义一样，无论是长相还是演技，还是戏路的广度，都是能走长线的那种演员。第7位，肖战。肖战目前上线2部电影、7部电视剧，平均1年不到2部，量不多，但戏份基本都是男主，市场认可度一直很稳，题材相对丰富，不拘泥于一种形象。电影方面，票房整体不错，基本都在3亿以上，新片还在上映，后续还有空间。但评分差距比较大，一部能进7分，一部不及格，说明电影剧本这块在选本上确实需要更谨慎。重点还是看电视剧。平台方面，除了芒果，基本都合作过，和腾讯最多，热度表现不错。除了骄阳、伴我双平台播出，其余换算一下都在9000以上，而且有2部破万，梦中的那片海和藏海传。集均很亮眼，上限很高，下限也很高，都在2000以上。光是集均4000万以上的就有3部，斗罗大陆、余生、藏海传都是当年的年榜前列。热搜方面也很多，几乎步步过千。当然这不能说明他就是营销型艺人，作为顶流，他个人的高流量高话题以及红黑体质都会让他的剧集话题不断，热度高居不下。上星方面，电视台认可度非常高，大部分剧都上了，但 CVD 收视并不好，地方台表现明显好于央八。当年余生请多指教是湖南台年3的存在，而央八表现最好的是梦中的那片海，也只是当年的年11。再次说明了央八是年代剧、谍战剧、婆婆妈妈剧的天下啊。招商成绩很好，各大平台排名靠前，商业价值依然很顶。评分方面整体及格，打分人数也都在10几万以上，粉丝基础、黑粉基础都很稳。整体看，肖战的各种数据都不错，演技和口碑也是一路向上的趋势，这也是为什么在影视寒冬的今天，他的资源反而是越来越好的原因了。第8位，黄景瑜。黄景瑜这5年上线3部电影、8部电视剧，其中主演就有12部，数量上很是优渥了，但今年暂时还没新剧播出。电影方面分化明显，维和防暴队票房5亿多，表现不错，但其他作品整体一般，评分也不高，说明电影号召力还没完全建立。剧集反而是他的强项。平台合作以爱奇艺为主，热度整体不错，除了个别表现一般的，其余基本都在8500以上，还有2部破万，罚罪和雪迷宫。其中罚罪5000多集均，年榜前10，剧粉盘是实打实存在的。罚罪当年几百个热搜就能跑出5000多集均，算是小黑马。上星表现也还可以，但明显在地方台好于央八。整体来看，它的优势是类型辨识度强，但同类型走太久也容易疲劳，后续怎么调整会决定它下一步的位置。第9位，龚俊。龚俊近5年的产量是10部电视剧加1部客串电影，他的情况其实很典型，1部爆剧改变轨迹。山河令之后，21年1年就上了好几部作品，明显是想吃热度窗口。但这种集中释放的结果就是后面2、3年作品质量和表现开始不稳定。现在看他的资源其实是有升级的，合作演员也更强了，但题材依然偏爱情剧。他这2年也在尝试转型，比如《暗河传》，至少方向上是对的。数据上看，平台合作偏优酷，热度整体不差，也有破万剧，但集均非常不稳定。山河令依然是最高峰，3000多集均，后面的剧差的甚至不过1000，说明他的剧本盘还没稳住。上星成绩一般，电视台观众目前不算买账，招商还可以，尤其古装表现更好。评分2级分化也很明显，山河令8.5分是高点，但不及格的剧也不少。我个人对龚俊的印象其实不差，山河令里虽然青涩，但性格和观感是讨喜的。暗河传之后口碑也有回升，关键还是选本要稳住，不然容易反复消耗。第10位，欧豪。什么是资源王者？什么是剧圈影圈双通吃？说的大概就是欧豪吧。他这5年里，电影电视剧加起来接近30部作品，平均1年6部，虽然其中有部分客串和配角戏，但高番主角戏也有18部，这个产量在同龄演员里也是非常夸张的存在。先说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点，客串。欧豪客串过不少大导演、大制作，
顶流演员的项目。很多人觉得客串没什么，但在电影圈里能在这种组里露脸，本身就说明他在那个圈里，或者说行业对他的认可度很高。再说他高帆主演破亿的几部电影，基本都是搭档知名演员或流量演员，一旦自己单扛，票房就不太理想。所以目前来看，他在电影上的个人号召力还不算强，主演作品评分也普遍偏低，选电影本子这块确实需要更谨慎。再看电视剧方面，欧豪的题材主要集中在现代悬疑和现实向，平台合作上和爱奇艺明显更多，整体热度处在中上区间，但真正跑出来的其实还是《风吹半夏》和《生万物》这两部，集均都在4、5千，年榜前10。但这一点大家也看得很清楚，这两部都是和85顶流花们合作的作品。反过来看，欧豪自己一番主扛的剧表现就要差不少。那问题就在于，为什么剧方会反复选择一个几乎没有粉丝底盘，也不走流量路线，演技又谈不上特别炸裂的欧豪？这本身其实比数据更值得琢磨。第11位，白敬亭。近5年，白敬亭是上线了1部电影，12部电视剧，年均2到3部，非常稳定。戏份基本是男主，题材非常丰富，现实、悬疑、爱情、年代剧都试过。平台方面和爱奇艺合作最多，但3个平台都有代表作。个人一番主扛剧集的热度和集均都很漂亮，爆款密度非常高。开端，你是我的城池营垒、卿卿日常、长风渡，年榜前10几乎常驻。而且这些电视剧并不是多么好的大资源，真得是他团队选剧本的眼光毒辣。开端，当年200-300个热搜，跑出5、6千集均，妥妥的黑马。电视台表现有起伏，但南来北往拿过年冠，说明他并不是只适合网播。招商是他的强项，几乎每部都在平台前列，商业价值非常稳。评分整体也不错，7分以上的剧很多，只有南红稍微拉胯了一点。说实话，我之前对白敬亭的感觉吧，就是流量不大，演技还行，最出名的大概就是上春山了。但这期盘点下来，白敬亭却是给我惊喜最大的一位演员。我之前还纳闷为什么他的资源那么好，原来人家的成绩在这儿摆着。总体来说，小白现在的状态就是爆款多，质量稳，路子清楚，属于同龄演员里非常难得的一类，后续完全可以继续期待。第12位，张晚意。他这些年作品数量其实不少，但最大的问题就是节奏太乱，总是扎堆上1年4、5部，然后突然又断一下。当然这牵扯到过审啊，平台排播啊，各种问题。戏份基本都是男主，早期也当过主演，明显是后面资源才慢慢起来的。题材这块前期还挺多样的，但这2年明显一路往爱情剧收，说实话有点走窄了，不太像好事。平台主要就是腾讯和芒果，腾讯偏多，乔家的儿女虽然有口皆碑，但真正把它送出圈的还是长相思系列，2部都是大爆款，热度、集均都很能打。后面的剧也基本能稳在一个底盘上，说明观众是认他的。电视台这边对他其实挺友好，上星不少，收视也都在中游偏上，说明他是有电视观众缘的。但招商就没那么稳了，明显还是长相思最能打，其他的嘛，广告商态度还是偏谨慎啊。评分这块起伏也比较大，好的一部能到8分多，差的直接不及格，而且整体趋势有点往下走。感觉他现在最需要做的不是多拍，而是好好挑剧本。最后我们聊聊彭昱畅，他算是这一波里少数主攻电影的演员了，电影拍的比剧多，有10部，行业认可度一直在。电影票房不算特别稳，大多数能过亿，但也有几部只有几千万，说明他现在更多是作品带人，还没到人带票房的阶段。评分也很两极，有我们一起摇太阳这种8分口碑作，也有不少不及格的。剧集这边和优酷合作比较多，2部剧都破万，但集均起伏很大，高的3000多，低的不过1000，暂时还没形成固定的剧粉盘。但广告商挺认可他，几部剧的招商都还可以，当然也有大 IP 的加持。说点个人感受吧，我对鹏鹏一直的印象就是底子很好，但容易被妆造和剧本拖后腿。但好在这些年他确实一步一步走出来了，现在看下来他还年轻，电影和剧都在拍，只要后面在选本上更稳一点，潜力其实还没用完。好了，小伙伴们，我们呢
这期就到这儿，你更看好谁，或者有不同想法，评论区咱们接着聊。这里是 When Top 10，下期不见不散。